最近娱乐圈的节奏总是快得让人喘不过气，热搜换得比翻书还勤，但真正能让人静下心来反复琢磨的消息其实并不多。5月20日，第47届美国泰利奖的 Telly Awards 正式公布获奖名单，王一博发起并全程主导的户外探索纪实节目《探索心境2》，稳稳拿下了系列纪录片类铜奖。说实话，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不是他又获奖了，而是他居然还在做这件事。在流量至上的环境里，很多艺人把海外奖项当作公关物料，拍完就翻篇，但他却把探索心境做成了一条持续生长的线。这种不急着变现、不依赖剧本的长期主义，恰恰是当下内容创作最稀缺的底色。我始终觉得，能静下心来跟自然较劲、跟镜头死磕的人，往往比那些只会对着提词器念台词的走得更稳。说到泰利奖，可能部分观众还觉得陌生，但在国际影视工业体系里，它的分量是实打实的。这个奖项创办于1979年，每年一届，专门面向全球电视、电影与纪实类作品开放评选，业内一直把它称作美国电视界的奥斯卡。它不拼资本体量，也不看粉丝打榜，评委看重的是叙事完整性、技术执行力与人文厚度。去年探索心境1斩获第46届金奖时，已经创下内娱艺人以个人主导项目获此殊荣的首例。今年探索心境2再获铜奖，表面看名次有起伏，但懂行的人都知道，泰利奖的赛道每年都在动态洗牌，全球提交的作品数以千计，能连续2年战上领奖台，靠的绝不是偶然或运气，而是稳定的制作班底、清晰的内容定位和持续的创作迭代。我个人挺欣赏这种不靠单次爆发，靠系统输出的节奏，它恰恰说明一个项目已经从明星个人秀进化成了成熟的内容产品。那么，探索心境2到底凭什么能再次打动国际评委？其实仔细拆解过成片就能发现，它没有那种刻意设计的冲突，也没有硬塞进去的成长弧光，就是一部老老实实记录探索过程的纪实作品。王一博在里头不是飞行嘉宾，而是真正的发起人、路线规划者和内容主导者。从风险评估、装备测试到实地拍摄、后期粗剪，他都深度参与。镜头里的喘息、失误、临时改道，在极端天气里扎营的狼狈，全都没做过度修饰，反而透出一种粗粝的真实感。现在太多户外综艺把探险包装成打卡旅行，而探索心境系列却把敬畏和未知还给了自然。这种克制，恰恰是国际纪录片市场最认可的品质。我每次看这类作品都会忍不住想，真正能跨越语言壁垒的，从来不是华丽的视听包装，而是人在面对自然极限时那种最原始的专注与谦卑。王一博把这种状态拍出来了，也实实在在的活出来了。当然，提到王一博，大众的第一印象往往还是《陈情令》有匪里的角色，或是《无名热烈》里那些极具张力的银幕形象。但如果只把他框在演员或偶像的标签里，其实就忽略了他职业路径里最核心的逻辑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他1997年8月5日出生于河南洛阳，2014年以 UNIQ 组合成员身份出道，之后一路跨界，成为流行乐歌手、职业赛车手，并担任与 Visu 独家签约赛车手。这些身份看似跳跃，内核却高度一致，就是热爱与死磕。赛车场上的分秒必争，跟纪录片里攀爬绝壁的专注，本质上同频共振。他不是那种靠团队包装出来的全能人设，而是愿意花时间去练、去摔、去复盘的实干派。我挺欣赏这种不急于贴标签的态度。娱乐圈太喜欢造神，但他反而一直在去神话，用作品告诉你，光环背后是体能储备，流量之下是专业敬畏。这种清醒，在同龄艺人里真的不多见。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，王一博连续2年在泰利奖上获得认可，其实已经超出了个人荣誉的范畴，更像是一次中国青年文化出海的微缩样本。过去我们总觉得国际大奖离内娱很远，往往需要合拍背景或资本铺路。但探索心境走的是另一条路径，用个体真实的生命体验去连接全球共通的情感命题。极限运动、生态观察、自我边界突破，这些主题天然没有语言隔阂。评委看到的不是一个中国明星，而是一个愿意把自己扔进未知，用身体去验证信念的年轻人。这其实特别契合当下国际传播的真实趋势，不要宏大叙事，要微观真实，不要刻意输出，要自然共鸣。我始终认为，文化出海最忌讳自说自话，而王一博的做法恰恰是先把自己活明白，再让别人看见。这种不疾不徐的节奏，反而走得更扎实。如果未来有更多创作者能放下流量焦虑，回归内容本体，中国影视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
一定会以更立体的方式长出来。回过头看，5月20日这个日子本身挺有意思，像是给所有默默耕耘的人递了一封漫递情书。铜奖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新的坐标。从2025年的金奖到2026年的铜奖，名次或许有波动，但内容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。纪实创作本来就不是用来冲热搜的，它是用来沉淀的。我特别期待他接下来会不会把镜头转向更深的社会切面，或是尝试不同维度的非虚构表达。毕竟，真正的创作者从来不会满足于重复自己。娱乐圈的喧嚣总会退潮，但能留在时间里的，永远是那些愿意低头做事、抬头看路的人。王一博用这2年的成绩单，给了我们一个很踏实的答案：别怕走得慢一点，只要方向对，每一步都算数。希望他继续保持这份清醒与热爱，也期待更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，能在国际舞台上，用属于自己的方式，把中国故事讲得更从容、更有力。